在各位同学了解了前一个单元基本的 WiFi 的加密以及认证的这个机制之后，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为大家来介绍在通讯里面很基本的组程式架构。组程式架构呢，通常也称之为用户端伺服端架构，它是一种常见于通讯网络的架构。那么以 TCP 的方式，然后进行双向的一个讯息传输。这样子的组程式架构，然后呢，把用户端以及把伺服端区分开来。那用户端通常是一个采用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的一个程式，而伺服端呢，则可以在本机或者是在远端的云端上来运行。在这样的架构之下，用户端是属于主动的一方，会不断的向伺服器发出不同的请求。目前有非常多常见的伺服器，譬如说像档案伺服器、游戏伺服器等等。那这些每一种伺服器会提供用户端不同的这个服务，而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最常见的就是在网际网络上所用的所常见的这个网页伺服器。例如说，当你想要阅读维基百科上面的文章的时候，你使用的电脑上的网页浏览器就被当成是一个客户端。同时，组成维基百科的电脑、资料库以及应用程式就被当成是伺服器端。当你的这个网页浏览器向维基百科的伺服器请求一个指定的文章的时候，那么伺服器端的维基百科就会从它的资料库里面找出所有该文章所需要的资讯，结合成一个网页，再回送给你的浏览器。那这就是最基本的组程式架构的运行模式。了解了整个架构之后，我们来比较一下，究竟伺服端与用户端有哪些不同之处。一般而言，伺服端是处于被动的角色，而用户端则是主动的角色发出请求。所以伺服端呢，会等待使用者用户端发出的请求并加以接收，在进行资料或讯息的处理之后，再回传给使用端。组程式架构中最常采用的是 TCP 的传输协定，是使用一个位元组流的这样子的一个传输方式，这样子的一个传输比较可靠，也比较不容易出错。也保证了它会按照一定所传出的顺序来加以接收。TCP 的传输协定，那么TCP 的传输协定使用称3次握手 （three-way shaking） 这样的过程，然后来建立一个连线。在连线建立的过程中，很多的参数都必须要被初始化，用来保证传输以及连线的稳定性。在建立 TCP 的连线一开始，通常是由伺服端开启一个网络界面 socket， 然后监听来自于用户端的连线。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开启 passive open。当伺服器端的 socket 准备完成连线之后，用户端就可以开始建立连线。用户端透过伺服端传送一个 sync。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来建立一个主动的开启，作为 three-way handshake 3路握手的一部分。用户端把这段连线的序号设定为一个乱数 x， 那伺服器端那么应当为一个合法的一个 sync 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回送一个 sync ACK 这样子的一个讯号，而 ACK 的确认码应该为当初送来的这个 x 再加上1。而 sync ACK 本身，它的封包又有一个随机产生的序号 y， 最后用户端再回传一个 ACK 的讯号。那当伺服端收到这个 ACK 讯号的时候，那么它就完成了3路握手 three-way handshake 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并且进入了连线这个确立的状态。此时封包的这个序号被设定为收到的确认号 x+1， 而回应号为 y+1。这样，我们的连线就完成了。那么，如果伺服器端接收到了用户端的 sync， 回了一个 sync ACK 之后，用户端掉线了，
那么伺服端并没有收到用户端回来的 ACK 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连线就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既没成功也没失败。于是伺服端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呢，在它没有收到回复的情况之下，会重发 SYNC ACK 这样子的讯号出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组成端的这个程式架构是怎么做的。首先，用户端和伺服器端都会建立一个 socket， 也就是这个通讯界面。接下来，伺服器会进行 bind 绑定的动作，像刚才所建立的这个通讯界面，然后呢的 IP 以及 port。接着，伺服器会进行 bind 的动作，设定刚刚所建立的通讯界面的 IP 以及 port。接着，它要执行 listen 的函式，开始等待用户端来连线。当用户端可以利用相对应的 IP 和 port 来执行 connect 连接的动作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连接以上的伺服器，开始3次握手 three-way handshake 的连接过程。一旦连线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讯息的传输了。最后，当所有的资料都传输完成之后，用户端及伺服端都会呼叫 close 的函式来结束整个程式的运作。那以上就是组程式架构的运行。